屏幕前显示节目你们好玩。这一次风阳君的爬塔活动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一个爬塔活动，有多难呢？我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我们先看一下养成 buff 啊，固定 buff 是初始攻击最高的友方式神暴击率提高60%，所以我们一只输出式神，就可以只堆40%的暴击就可以了，而另外一只输出式神还是要堆满爆的。然后第一天我们在不氪金也不氪勾玉的情况下，这个急拿腰牌呢，一共可以让我们打50次，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天可以吃到这一个10层和30层的 buff， 后面的 buff 我们就全部都吃不上了。那考虑到屏幕前的大部分人都是不氪金不氪勾玉打活动的平民，所以我在这里就以10层 buff 为基准来给大家做攻略视频，30层的 buff 我也暂时不要。好的，正式开始给大家展示这一次的副本究竟有多难。火灵鹰翻辉夜姬，努力堆爆伤；散剑不见月，努力堆防御。不见月的平替是 SP 0度1钱，然后棒金霍金神，只要霍金神带着棒金就可以了，没有属性要求。霍金神的平替是初音未来或者伊邪那美。1号机天照，速度要高于135啊，记得。然后呢，暴击率只要高于40就可以了，海月荒骷髅。然后2号机天照呢是隐念荒骷髅，得保证满爆啊。然后呢，速度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我个人觉得这一个阵容，这一个面板算是比较土豪的了吧。那么在这比较土豪的情况下，我给大家打一场实战看看。好，1号天照行动。秒不了，根本秒不了。也就是说，策划在出了龙诀、出了元赖光这样的数值怪以后，它的爬塔副本也迎来了一次膨胀。你看，连双天照都秒不了了，那大蛇呀、什么阿修罗呀，那就更秒不了了，是不是？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后续的爬塔副本都会这么肉了啊！就屏幕前的各位平民玩家得做好心理准备。那么话又说回来，这一次的副本我们应该怎么把它给秒掉呢？先继续给大家带来比较高配的土豪阵容教学。其实挺简单的，只要我们把秦明给它换成元赖光，然后元赖光初始速度142。开局的时候，元赖光先上一个鬼神之策，给对面降低防御力，我们就可以秒掉了。来，看见没有？2号天照行动，10秒钟啊，就是有元赖光的加入，我们就可以10秒通关。那有可能正式服有一部分玩家呢，他是没有练元赖光的，元赖光的速度也达不到142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龙诀代替元赖光啊！我来给大家实验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把霍金神的位置换成1速龙诀，龙诀就可以给那一个双天照增加伤害。好，1号天照，2号天照。带走，9秒，比元赖光还稍微快一点啊。当然，1速也不一定是龙诀，我们也可以上一个1速的其他输出补一下伤害。那比方说，我这里补了一个1速的破世大蛇啊，来，其他式神的御魂都没变，破世大蛇来一下，1号机天照来一下。2号机天照来一下，1号天照复制伤害，也是10秒钟带走。怎么样？大家堆得出来这些阵容吗？也就是说，要打风阳君的爬塔副本，你要么已经练好了元赖光，要么就上3个当前版本 T0 的输出位，这就是土豪的一个打法。然而，如果屏幕前的你元赖光也没有练好，天照也只有1个，
龙诀什么的也还没抽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关键 buff。10层的时候，如果友方首次行动的时候未消耗鬼火或者愿力，将立刻获得一个有150额外伤害的回合。友方式神不使用鬼火就可以多动，等于就是但是目前我们的版本 T0 输出式神呢，都是要用鬼火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在这里想到的办法是，我们可不可以让辅助式神多动呢？我给元劫神带了一个一念火，这样元劫神先行动的时候就不会使用鬼火了。那么元劫神就会在2技能之后紧接着接3技能，然后给天照立刻带来2个回合，同时天照又能吃到元劫神的巨额增伤。我们来看一下好，开局一念火元劫神。不使用鬼火给天照 buff， 然后元劫神立刻多动把天照拉上来，天照行动1次，天照行动2次，怎么样？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比较适合平民的一个阵容了而且这个阵容里呢，天照也没有速度限制，我们只需要保证元劫神2号位带速度1魂就可以了。而且天照的暴击率也只需要40点12秒一次的一个偏平民的阵容了。同理，阵容里的天照也可以给它换成龙诀，换成龙诀的话其实要更好一点，但除了天照和龙诀以外，其他的输出就不行了。什么阿修罗、大蛇、鹿丸这些我都试过了，都不太行，因为对面实在是太硬了，这没办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活动里的其他东西吧。这次活动除了爬塔以外，还有一个叫做以武会友的挑战副本。这个挑战副本呢，每天它会解锁一个新的挑战。第1天的最困难挑战呢，我已经打过去了。说实话，就用我刚刚的那一个元劫神加天照的阵容就可以了，和爬塔副本是通用的。来，我们要在20回合内通关。天照第1下，天照第2下，然后一邪那美补1下，5个回合就通关了。怎么样？很简单吧？通关了之后就不能再玩了，反正就是每天挑战一下就可以了。说是说挑战副本，我个人感觉它还没有爬塔副本难呢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叫做丘陵暴影的东西，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简单，是人都能过。它会设置一些谜题给你，但是这些谜题都是开卷考，我们直接去抄别人给我们的答案就可以了。比方说这里答案说点金开修身，我们就顺着金开修身点1遍就过关啦。又比方说这里答案说点隐卧下桥，我们就顺着把隐卧下桥4个字给它按上去就可以了，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。最后我们还有2个东西没有看，一个是活动内置花河站这个是活动内置的明染，然后这里是一个点触动画，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反正就是雪豹的一个特效。至于活动商店，这个是低级商店的一个插画，然后中级商店的头像框长这个样子，中级商店的插画长这个样子，还有高级商店有一个妖琴师的皮肤，这妖琴师的皮肤例会简直不忍直视，但建模好像还好。然后这个是高级商店的动态头像框，没了就是这样一个活动。总而言之，我个人估计后续呢，所有活动都会迎来一波数值膨胀，大家做好心理准备，有元神的元神真的可以养起来了。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儿，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，身体健康，再见。